你有没有发现呀？CPI 的数据显示，明明物价在跌，可是大家呢却越来越焦虑，工资也不涨，资产在缩水。有人说我们当下呢很像是通缩，有人说像是滞胀。那到底怎么判断现在的经济阶段呢？别慌，今天呢我们讲一个被华尔街广泛应用的经典工具美林时钟，让普通人啊也能用它做出靠谱的资产配置判断。美林时钟呢，其实是美国的美林证券在2004年提出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分析模型。它把宏观经济的变化分成4个阶段，对应4种典型的资产表现。我们可以把它呢想象成是一个1年4季的轮回，经济分成4个周期。第一个象限呢叫做复苏期，然后是过热时期，然后是滞胀时期，然后是衰退期。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呀，经济开始回暖，增长开始加快，但是通胀很低。在过热的阶段呢，经济高速增长，通胀开始抬头。在滞胀的阶段呢，经济增速放缓，通胀仍然很高。衰退的阶段，经济开始负增长，通胀也下降，经济进入了寒冬。注意啊，这4个阶段呢，不是咱们凭感觉来分的，而是要通过2个重要的指标来划分，一个是 GDP 的增速变化，另外一个就是通胀的变化。我们可以判断物价涨还是不涨。然后我们来看重点，在美林时钟的不同阶段，哪些资产表现最好？在复苏的阶段呢 ，GDP 的增速是向上的，通胀呢是向下的。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呀，股票是最牛的。股票要大于债券，要优于现金，要优于商品，这是在经济复苏的阶段。在经济过热的阶段呢 ，GDP 的增速是向上的，通胀是向上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最牛的资产是商品，其次是股票，然后是现金和债券。在滞胀的阶段呢，GDP 的增速是向下的，通胀是上升的。这个时候最牛的资产呢是现金，现金为王，然后是商品，然后是债券，最差的是股票。那在经济的衰退期呢 ，GDP 增速是下行的，通胀是下行的。那衰退期最牛的资产是什么呀？债券里面的国债，不是信用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准确的说是国债最牛，其次是现金，然后是股票，最差是商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在复苏期啊，企业盈利增加，那股票肯定表现就最佳了。到了过热期呢，通胀就上来了，商品和能源类资产啊就会涨得最猛。滞胀期是最难搞的，最糟糕了，经济烂，物价还涨。这个时候呢，只有现金是最靠谱的。而到了衰退期，基本上什么都在往下跌，只有国债和现金是最安全的避风港。那普通人该怎么用美林时钟来安排自己的资产配置呢？第一步肯定就是要看清大方向了，我们要判断自己啊现在是在哪个方向里。经济像一个周期一样，像时钟一样，这样去顺时针的走动，从通缩走向复苏，肯定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看到信贷回升，价格止跌，消费在复苏，股市开始领先上涨的时候，就说明美林时钟的指针已经从衰退开始指向了复苏。第二步呢，就是给自己的资产结构分类。如果咱们对好了这个时间，那现在你认可这个美林时钟的时刻，我建议你把资产呢分成3层的金字塔，底层就是现金、国债加上国债逆回购，保底生存，适合当前的阶段。中层呢是定投型的基金，加上周期性的行业股票，慢慢建仓，准备复苏。顶层呢就是股票、黄金可选消费，但是只是在时机明确的时候再加仓。第3步，我们也要动态的调整，因为美林时钟啊，毕竟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，它更像是一个温度计，我们得时常检测经济的体温，然后进行动态的调整组合。关于中国的经济周期现在处于哪个时刻，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数据。今年5月，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.8%，
装备制造业增长了9%，显示出我们的生产端的韧性。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加快到6.4%，说明政策刺激下的内需在回暖。核心 CPI 上涨了0.6%，说明需求端在逐渐的改善。从经济数据来看呢，我们经济肯定不是在滞胀这个环节，准确的说，我们现在就是更接近于美林时钟的衰退期的末期，甚至是复苏期的前夜。中国经济的发展亮点纷呈，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弯道超车，有些亮点已经是国际领先。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美林时钟呢是帮助普通人理解大周期的使用工具。当你不知道钱该放哪儿的时候呢，就看看现在的经济和通胀到了哪一个象限了，趋势变了，资产配比也要跟着变化，这才叫做资产管理。好，那你觉得咱们现在是在衰退期的末期呢，还是在复苏期的早期呢？可以回复在评论区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